刀者，百兵之胆也，其精其鳞也。此文出自《孙子兵法》。刀的灵魂便在一个胆字，无招无式，以胆为先，胆大者胜，胆小者亡。这是刀术的不二法门。在刀的使用中，以劈砍动作最为常见，展示出来的是一种猛烈和决绝，讲究以力破巧。刀呢，也是霸道的代名词，素有霸刀之说。在新的版本中，幻塔新上线了一个支线任务，讲述了刀客孤臣的一生。下面小峰就用五首打油诗带你去认识一下这个传奇刀客。第一篇，刀出。大月已断崖，斑斑树影高。疏忽鸟兽散，林中闪快刀。冷静思机动，偏锋欲杀招。风声戛然止，寒光路弯翘。初见孤臣是在大雪覆盖的野外，受村民之托调查见到的身影，登高远眺，见他一人，便将慧明斩于刀下，随后却消失无踪。回到营地才得知他竟是明昌。在九域，明昌是被慧明转化而成的傀儡，既然是敌人，就要被消灭掉。但此时主角对他的身份更为好奇，尤其是他口中喃喃的我是谁。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我们决定找出他的所在。很快便找到了御卫介绍的村民，不料他也是一无所知。这时候旁边的刀匠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线索，酒铺老板满河和他用着一样的刀。找到满河后，果然得知了答案，他的名字叫孤臣，其父亲为御卫教习，他还有一个弟弟。因为父亲公务繁忙，无暇陪伴孤臣，让年幼的他以为御卫抢走了父亲，就连放风筝也不能如愿。8岁那年，父亲正在军营教学，不料家中出现了慧明袭击，孤臣母亲与弟弟都身陨，只有他被及时救了出来。之后满河的父母以御卫之名战死沙场，遗孤满河被孤臣的父亲收为义子。自此孤臣与满河成为了义兄弟，两人开始在孤臣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刀法。满臣欲为父母报仇，成为御卫守卫家乡，但天赋有限。孤臣因为年幼时的经历厌恶御卫，却天资惊人，天意弄人啊！平凡者欲出人头地，揽大任于己身；不凡者却向往田园般的宁静生活。此为第2篇刀落。身已影随虚无地，手起风落血气凝。有心南山花重客，奈何天资震雷霆。数年之后，两人皆有所成，不料孤臣的父亲却在战斗中废掉了双腿，只能退役归家。但老人意欲麻革裹尸，现如今却不得志，终抑郁而亡。父亲的死再次打击到了孤臣，孤臣将父亲的不得志一样算到了御卫头上，于是心中的御卫更加不满，终于和向往御卫的义弟满河发生了冲突。两人在老人归西后饮酒消愁，不料这场酒却改变了两人的一生。孤臣害怕再失去亲人，他不愿意满河再去冒险，但年少自负，言辞偏激，认为普通人就该像普通人一样活着，没有能力就不要去揽瓷器活，不然只会徒增悲伤。满河却不愿意听孤臣的安排，他自知没有孤臣那样的天赋，却有保护九域的理想，他要继承父母与义父的遗志。两人酒后终于是站到了一起，满河砍了孤臣眉间一道疤，孤臣却废了满河的手臂。自此两人反目成仇，不再来往。孤臣凭借非凡的天赋开始孤狼的生涯，锄强扶弱，拯救他人，成就一刀的名声。满河则因为手臂被废，泯为众人，娶妻生子，成为了酒店的老板。如果故事只是如此，那便无波澜。当初孤臣的做法究竟是对是错呢？普通人是该安安稳稳的过完一生，还是该死意重于泰山呢？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。再说孤臣在孤狼般的一刀生涯中，终于遇到了自己所爱郑兵，铁汉终被柔情所化。孤臣与他组成了家庭，并诞下了3个子女。有了家庭后，孤臣就有了牵挂，遂开始收徒教学，传授刀法，一刀之威闻名遐迩，前来拜师者络绎不绝。然孤臣依旧存在心结，不愿意徒弟去成为御卫，谁要是僭越就会被逐出师门。但是前来学习的人十有8九都是为了成为御卫，孤臣同样知道这一切，所以尽管他表面上盛怒，实际上却从未怠慢教学。这样的生活就是孤臣追求的生活。但是突变还是来了。第3篇刀残。衣不蔽体鬓染尘，面若刃削眼无痕。刀断情灭人已矣，枯灯香颜化凡尘。九域慧明之祸愈演愈烈，找他拜师的人也少了许多。但因为亲人葬在故乡，他依旧不愿意离开故土。时任九域镇宫之主的骆大人听闻一刀之名，欲以重金聘请他为教习，也是想要拯救他离开危地。然而他刚到镇宫，家里就发生了慧明袭击，妻子与3个子女皆亡。这一幕与他幼年时何其相像。
突如其来的打击令孤臣再次成为一刀，他甚至连收敛亲人尸体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是骆大人帮忙为他的妻儿入了坟。孤臣本想以死解脱，但终被骆大人救赎。骆大人和他打了个赌，作为普通人的御卫能否胜过高级惠民？高级惠民是何等战力，堪比四周卫守的顶尖实力。孤臣自然不会认为骆大人会胜，他依旧认为凡人就该像凡人一样活着，御卫就是一群失败者在抱团取暖，没有实力还傻乎乎的去赴死。他是真的不懂家国大义吗？他懂，他只是认为没有能力而去做超出能力之外的事情是很愚蠢的事。果然战斗的过程如他所料，即便是一队御卫在与高级惠民战斗中也落了下风，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御卫并没有败，他们团结合作，竟然艰难地支撑下来。被这一幕触动，孤臣亲自出手斩杀了高级惠民。这一出手也意味着骆大人胜了，他终是成为了自己憎恨的御卫。只是这一次他开始理解御卫了。都说天下来会有个高的顶着，但倘若没有高个子，御卫便是这样一群人，明知不可为也要成为人群中最高的那个人。自此孤臣成为了御卫的教习。此为第4篇刀望。星坠旷野苍狼啸，云裂天穹风雷暴。此身何事刀者畏，夕阳古木挂战袍。孤臣没有了家庭，也就没有了牵挂。作为教习的他，开始一心投入保卫九域，向惠民复仇的大义。在他的教学下，御卫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升，伤亡人数也大大下降。终于到了重启焚天炉，再探虚境遗迹的时刻。骆大人征集前往的守卫，孤臣也在其中。对州的风雪很烈，遗迹的风雪更甚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虚境一行除了南婴外无一生还，孤臣也成为了明昌，也就是我们野外见到的怪物。但剧情并未结束，在出发前往遗迹的时候，御卫们都会留下一封遗书。这封遗书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孤臣。遗书保留在对州折冲军营，其中有3封遗书，2封遗书，其一是整活，其二是御卫对孤臣实力的绝对信任，一刀之威毋庸置疑。第3封便是孤臣的遗书，与其说是遗书，不如说更像是罪己诏。他将自己一生犯过的过错都写到了这里。孤臣写下遗书之时，举目无亲，父母与亲弟弟死于惠民袭击，妻子与子女死于惠民袭击，徒弟皆被其赶出师门，唯有义弟满河存于世间，却因为年少自负的行为成为了仇人，不知其下。别人前往虚境遗迹，是在克服与亲人的离别后展示的真正勇敢，而他的勇敢则是求得解脱。对孤臣而言，死亡便是最好的解脱。那为何真正的勇敢呢？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释。倘若你与自己的另一半到了老年，你是愿意先走一步而去，还是守着他路途？真正的勇敢是能坦然接受双方的离别，而这一点孤臣并没能做到。当他得知妻子与子女被杀后，他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远遁他乡，靠着杀戮惠民来掩盖自己的怯懦。他的怯懦便是面对亲人死亡的勇气。孤臣预感到见到遗书的不会是满河，于是称呼我们为有缘人，并提到了孤臣问的那个问题：我是谁？为此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4错。错一，未能保护弟弟母亲，未能保护妻子子女。但这并不算他的错。弟弟母亲遇害时他才年仅8岁，能保护好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妻子子女遇害时他远在镇州镇宫，去镇宫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重金报酬，为了妻子子女谋求好的生活。错2，义弟满河无练刀天赋，年少轻狂，折辱其心智，伤他手臂，令他无缘沙场，泯为众人，干预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但现在看来这也没做错。满河经过了岁月洗礼，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平凡，做酒坊的老板，娶妻生子，平凡度日，现如今反而爱上了这样的生活。可见孤臣的做法是对的，就像父母长辈为我们安排的路，年少时不屑一顾，回首却发现长辈安排的路可能更适合自己。错3，父亲自尽，将过错归于御卫身上。骆大人数次邀请都被他拒绝，这依旧没有错。只有守护在家人身边，才能更好地保护他们。妻子、子女、母亲、弟弟的死亡，都是因为战力不在身边。常言道，舍小家为大家，但如果小家都守不住，又何谈大家呢？小家与大家自古都是取舍问题，只是在那时的岁月，小家在孤臣的心中分量更加的重要。错4，妻子死后无颜面对，以复仇为借口远遁他乡，宁一死了之。这一点也很难说对错。
亲人被害后，他第一时间展开了报复，斩杀敌人于千里。他觉得只有报仇才是对得起亲人最好的慰藉，这点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并未少见。何况骆大人为亲人烧尸这件事，他也是知道的。如果真的无人为其亲人入棺椁，他真的不会回来吗？为何孤臣每说一错，小峰就会为他开脱呢？这就是心态的转变。与其纠结其中，不如自我解脱。每个人都得学会自己治愈自己。我们改变不了发生的事情，改变不了过去的错，但是可以吸取教训，防止以后犯错。孤臣的外表是很强大，但内心却怯懦不堪。他将所有的过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，明知都是当初不可为之事，这与想当御卫的满河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只不过一个人是实力强大，一个人是内心强大。孤臣对自己的一生总结是一事无成，遗憾满纸，这也是我是谁的答案。但是我想说，谁人不识一刀之名呢？在遗书的末尾，孤臣留下了未完的遗愿，这便是第5篇刀归。寒风掠山岗，雪夜压晚桥，经历沧桑事，唯有情更高。碑前祭亲寺，血刀归峡鞘，此身岷山野，风雪共飘摇。倘若与虚境归来，他就要去祭拜自己的亲人，找到义弟满河道歉，这便是他的遗愿。到此，孤臣在活动的原因便找到了，他要完成心愿。我们带着遗书找到了满河，迟来数十年的道歉依旧让满河释怀。倘若这道歉来得更早些，或许两人还可以把酒言欢吧。随后我们找到了孤臣亲人的坟墓，最右边是孤臣弟弟的坟墓，祭品是断刀；最前面是孤臣父母的坟墓，祭品是风筝；最左边呢是孤臣妻子的坟墓，祭品是戒指；最后是孤臣子女的坟墓，祭品是糖画。在寻找祭品的时候，我们也见到很多被孤臣拯救的人，他们听到是为了孤臣，皆都慷慨相助，不求回报。由此看出，孤臣并不是一无所成，至少他救助的人都记得他。在找到祭品一一祭拜后，孤臣终于现身，然而直到此时，他都未曾忘记与惠明的战斗。于是我们以幻影为诱饵与其战斗，这一战孤臣的意识彻底被唤醒，他也了无牵挂，只希望我们能帮他解脱。孤臣无愧为一刀之名，实力越战越强，但终究是我们更强一些。战败的孤臣选择化身雪雕，守在亲人的墓前，一代传奇就此落幕。死后他还留下了战斗笔记，完善了御卫作战教程，再次为对抗惠明做出了贡献。这个故事虽然是支线，但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。孤臣的一生可谓坎坷，他的一生同样也是霸刀的磨砺。还记得视频的开头吗？刀者，百兵之胆也。用刀者当一往无前。过去的孤臣有着牵挂，但到了最后，无亲无故，反而没了束缚，挥刀只为求死，一刀出，惠明尽斩，这就铸成了真正的霸道。这种刀猛烈决绝，但代价却是很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